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明星拍吃戏的敬业表现，杨紫吃扇贝能让多少女演员脸红？长相思2无疑已经成为暑期档的热门剧之一，其数据迅猛上升，轻松碾压同期所有古装偶像剧。在第一部大获成功并已过去1年，剧情广为人知的情况下，它依然稳居各大榜单榜首。杨紫的号召力和观众缘极强，即使不考虑她作为流量明星的影响，她也能够轻松跻身实力派演员之列。可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部作品不仅完美无缺，而且制作精良，再加上演员们精准到位的表演，真是颜值与演技的双重盛宴。不仅古代戏剧爱好者沉醉其中，甚至一般观众也常常停下脚步驻足观看。毋庸置疑的是，杨紫凭借她自己的才华，不仅令所有人都感到惊叹，而且在同龄的年轻女演员中，她的格局和实力绝对是数1数2的。第10集的吃戏让我再次深刻体会到了杨紫作为演员的专业素养。事实上，这个场景非常简单，就是小妖、涂山璟和哥哥枪玄3个人一起坐下来吃饭。不得不说，这3位演员都完全融入了角色，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杨紫在一场简单的吃戏中，将细节演绎得淋漓尽致。2位男主角首先各自静静地开始享用他们的食物。小妖毫不犹豫，拿起了筷子和竹签，将顶上的肉一并撸入了盘子里。从平常的表现来看，杨紫显然对吃颇有热情，她的动作显得十分熟练。而她撸下来的肉，自己却并没有全部吃掉，而是将大部分都给了身旁的2位男士。终于完成了准备工作，可以开始享用美食了。杨紫俯身用筷子夹起扇贝，直接大口咬了下去，一口气把扇贝肉和粉丝一起送入口中。这一口比旁边的2位男演员总和还要多。张晚意在一旁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形象，他们互相交谈着，一边吃着东西。旁边的桌子坐了一些人，他们对这边很感兴趣，目光转向隔壁桌，不过他们的手势没有停下来。张晚意饰演的枪玄正在吃烤串，不愧是君王，果然对肉情有独钟。杨紫一边注视着旁边桌子上的人，一边吹着手中的食物，顺势就要放进嘴里，还没吃完就尝了一口。杨紫总是在表演中通过一些细微的细节，赋予角色更多的层次和丰满度。她好奇地扭过头，目光落在碗里，然后把手中扇贝壳里的东西滑到了碗里。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才会在吃完扇贝壳里的粉丝后，只剩下调料和残渣。他的这些细小举动不仅不过多，还显得极为自然。当小瑶兴致勃勃时，忽然听到了隔壁桌的谈话，他的心瞬间沉了下去。当然，这时的杨紫还记得自己正在吃饭。之前我觉得这扇贝的香气非常浓郁，但现在屏幕前的观众们也会立刻感受到这道菜的味道异常平淡。杨紫的双眼里，尽管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多余的情绪，却显现出了深深的悲伤和难过。情感的转变如此顺畅，没有深厚的功底真是无法演绎出来。杨紫嚼着嚼着，直接用手往嘴里塞了一块肉。尽管手上嘴里不停地动作着，观众已经能够清楚感受到，小妖正通过进食来掩饰内心的悲伤。尽管口中依然能感受到食物的味道，但他的心灵仿佛已经脱离了身体。杨紫在这里的表现十分细腻，情节并不长，但前后的情绪变化却截然不同。尽管没有任何台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低落，
这一变化无需言说，却清晰地展现在观众眼前。他的悲伤之情在屏幕另一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口口的，不由自主的，被人议论纷纷之际，小妖仿佛再度清醒过来，他深知自己从未如此幸运过。随后，他停顿了几秒钟，迅速接过枪旋递来的酒壶，毫不犹豫的几口酒直接灌进肚子里，仿佛企图用酒精麻醉自己的心灵。杨紫这段戏一气呵成，简单中蕴含着丰富的细节，不得不赞叹其表演的出色与精彩。事实上，早在第一部作品中，杨紫的吃戏就已经让我另眼相看了。通常来说，无论是古装偶像剧中的大女主，还是炙手可热的小花旦，都需要在意自己的形象。杨紫为了表现文小六的粗鲁、啃骨头的那一幕，简直可以作为教科书的范例。使用筷子用力将骨头和肉分开，如果无法分离，就直接用手抓住骨头放到嘴里啃。她满嘴油光，却丝毫不在意，心无旁骛地沉浸在美食的享受中。她很快啃完那根大骨棒，接着把旁边碗里的水端起来一饮而尽。这还不够，她甚至还用手指踢了踢牙缝。这样一出毁形象的表演，不仅别人演不了，即便能演出来，也会是多么灾难性的场面啊！杨紫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下，都能以同样的吃戏方式演绎出完全不同的效果，这演技简直让人不得不佩服。尽管剧情存在一些争议，但我认为数据爆棚的主要原因在于杨紫出色地撑起了整部剧复杂的人物关系。演员应该在吃戏时能够尽情享受，同时即使在进餐时也能表现出真情流露，这才是符合演员应有的状态。实际上，那些对杨紫演技提出质疑的声音，很明显并未真正理解她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性格。文小六和小妖这两个人物，尽管是同一个人，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尤其在吃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结语可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实际上，对于正规的演员而言，吃戏是再正常不过的表演了。这种戏不需要精确控制情绪的爆发，只要真实的吃，再稍微加入一些情绪就可以了。然而，总有一些人无法放下自己的自尊，鞠婧祎吃面条时泪眼婆娑，让人不禁心生怜惜。然而，满头的发誓，小口小口地吃着面条，再加上泪水已尽，无法再挤出一滴眼泪的哭戏，只能说修为尚浅。杨幂以其85花顶流的身份，显得更加风趣幽默。在《狐妖小红娘》月红篇中，这位姐姐完全不想吃一口，拿着鸡腿犹豫了半天，最后却只咬了一口空气。要是真不想吃的话，干脆告诉导演取消这个情节吧。这鸡腿明明是人物最爱吃的，却被她放进嘴里又取出来，演绎出了一种难以下咽的感觉。后来吃地瓜时，更是表现出极度嫌弃，甚至每一个边角都充满了抗拒。红薯毕竟是粗粮，只是演一场戏，吃一口又能怎样？这真是把观众当成傻子了。有时候，演员不必大口吞咽，但要是连真吃都不敢，这确实有些滑稽了。